剥皮寮或是北皮寮，闽南语都是北皮寮。19世纪中叶，大北台区大都是湿泞土地，矮灌木林瘴疠荒野，少有土地适合人居住。剥皮寮如果与莲花池联想，为什么被称为剥皮寮，就很容易理解。剥皮寮的名称及功能被误会是难免的。1884年间，北台湾发生清法战争，艋舺有段悲惨血泪的历史被消失。剥皮寮的由来就众说纷纭，剥皮寮却有惊人的农业产值、美丽的风景、天然的美食、动人的爱情故事、悲催的英烈事迹。剥皮寮是架设在水域中的，妇女们在剥皮寮内剥莲子皮。莲子对人体的功效：缓和发炎、镇静助眠、保养脑神经、维护骨骼健康、促进消化、怀孕可食、保护心血管、调和血糖。肾病患者不建议食用莲子。莲子凤梨羹。莲花池的产值在鼎盛时期，水域中的剥皮寮就不止2、3座。莲花瓣在中医上性温味苦，能入心、肝二经。有些人会拿花瓣来泡茶饮用，具有清热解暑、止血、去除体内湿气的功效。从中医的观点来看，莲藕具有生津、止血化瘀、安神生志、健脾开胃的效果。本草纲目称它为灵根，但莲藕功效虽多，腹泻、手脚冰冷、寒性体质或脾胃虚弱的人，不宜食用过多生藕。莲花全身都是宝，从头至尾都可用于料理上。此外，还有干燥的莲叶，也都广泛被使用，是非常自然的包装素材。干燥的莲叶可用来包装茶叶等物品，新鲜的莲叶被用来包裹豆干、生猪肉，或直接可食用的食物，如酱菜、熟饭、卤味等。水域所生产的产品随即送往码头，装货上船后即刻渡海。每次出海，每次都要与风浪搏斗，能够到目的活着，并不算简单的。到福建泉州港，这些产品在泉州码头很快就被接手，并换取素布、麻布、碗、锅、盐、建材、种子、种苗、农具等回台，离开福建泉州港，再度漂洋过海，返台后将物资分配给需要的人员，这样周而复始，来来往往，安顿了1000多口灶，近3000人口。这些人大都被安顿在木栅新店附近，这是很难3言2语说清，续集将做说明，但这与后来大台北人口成长有关联。我们现在沿着水域木栈道，看看还有什么历史痕迹。水域的春、夏、秋、冬、晨曦、月色各有独特的样貌。
这是进水口，是从古名叫枯江厅的地方过来的。枯江厅大概是现在台北市市立和平医院附近，这是白其祥家的后宅，就是现在康定路的位置。前宅古名叫鼎新街，现在叫西昌街。沿着水域木栈道往北走，眼前就是祖师庙，祖师庙后坡就是八甲庄，这里就有历史故事。一场械斗在这里发生了。公元1853年，祖师庙被烧。八甲庄被毁，家园被烧。黄土中男女老幼逃离家园，集体往东北方一个小坡逃。这个小坡高点就在桂林路家乐福附近，过了小高坡点后下坡段，这位置大概是现在的台北市警局或中山堂附近。再下来的逃亡路就非常难走，是当时出名宁涝之地，满地是泥泞与积水。老弱妇孺们的脚步沉重如灌铅，每一步都像在与地面缠斗。泥泞紧扣着双脚，随时可能失去平衡，生怕身后的追兵步步紧逼。心跳声和水声交织成一片，催促着前行。前方无法看清路，唯有坚持，穿越泥泞，逃向未知的远方。在那个样样都不称意、不顺心、失败、伤心、悔恨的年代，一般人能餐餐温饱叫做奢望，彼此之间互看不顺眼叫做平常。非常小的事，如田埂被踩崩一角，不得了，非争执不可；田水变小，不得了，非争执不可；你家牛经过我家，屎了一坨，不得了，非争执不可；因争执被弄伤了，不得了，非要你命不可；族人被杀，不得了，非把他的族灭了不可。常看到历史文章这样写：漳泉械斗是因人口增加，土地有限，漳州和泉州移民之间的竞争加剧，形成严重的宗族和地缘矛盾。这种说法太简单，事实刚好是相反。在那段时期，人口是减少，土地却很广大，只是宁湿泥涝，交通困难。若用简单的想法，就是不宜居住，霸占别人比较快，比较好用，所以想法简单的人，一生都在纠缠。公元1855年至1858年，白其祥带领安溪人及山地同胞，整治河沟头混乱的水系，之后可市居土地大增。而河沟头水系在随后的台北城的建造起了很大功能。反观漳泉械斗这场大开杀戒后，还在继续，并没有稍稍停歇，血海深仇越加严重，越加纠缠。这回变成漳州人大开杀戒，烧你的家，抢你的田地。公元1859年，白其祥强势斡旋，如果任何一方还在杀人放火，定会被武力制止。你们的借口及争执问题就是土地，但却在相互找麻烦及寻仇。
就是没用心在解决问题。现在，河的右岸有广大的可市居土地，大家都可在那里安定下来。很快的，漳州人和泉州人及所有人在河的左右两岸和平相处，共同生活。接下来，只剩漳州人林国芳还有怨气，招募壮勇，四处焚抢。但这事好办，当时闽浙总督庆端派人将林国芳逮捕法办。画面在拉到八甲庄被毁之后，这片土地开始生气盎然，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就是不敢进来居住。盼望能有一家人进驻，终于有两兄弟进驻，并开始在这片土地种菜。哥哥也娶老婆，菜园越种大片。又有人加进来了，菜园更大片了，又有更多人加进来，菜园种植技术变为分工管理，产值更高了。后来产跟销也分开了，能够提供整个蒙甲地域的蔬菜供应。当时有地方传说安溪人太会种菜啊，但他们误会了。这里的人是来自四面八方，不仅仅是只有安溪人。本来独居小木房，开始变成家庭房，家庭房越来越多，人口增长了，居住环境开始整合规划，人来人往更迭，生活变为多元性了，更为丰富。在当时，提供了士、农、工、商多元的环境，莲花街形成了。这就是莲花街，一整片都叫莲花街，不仅仅只是前面那一排才叫莲花街，而是看过去的一整片都叫莲花街。但好景不长，1884年清法战争，当时为了捍卫这片土地的蒙甲壮丁也死伤无数，这其中也包含莲花街的壮丁精英。白其祥的2个儿子英烈阵亡，他们要捍卫属于自己建构的环境，捍卫能够让家人安定的环境。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场战役，但他们被炮弹打倒了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很多家庭的支柱男人倒了，支离破碎了，莲花街哭泣了。美丽的莲花池褪色了，众多人的阵亡后，就看不见以前美丽的莲花池及莲花街景色。这个位置大概在广州街八甲庄邮局附近。公元1884年前是莲花池的进水河道。公元1885年后，河道没有人打理了，河道阻塞长草了。新居民到来这里，看到有空地，也搭上房屋。莲花池水位降低了，野草丛生了。新居民使用过的污水直接往莲花池排放，原本的莲花池变成恶臭池。蚊子、害虫滋生。到了20世纪初，换了新统治者，动用机械，将原本桂林路上的小坡土把莲花池填平了。
画面回到广州街楼面，这是19世纪末的样貌。20世纪初，莲花池不见了，取而代之是居民房，物换星移，现在的样貌又不一样了。谢谢观看。历史很难有真相，只残存一点痕迹。